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金克斯这位射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这位绝活哥的话，他是射手，基本上他的那种射手都会玩，都玩得很好。这次的话是录了他的女警不是女枪和这个金克斯，下一期的话就有女枪。他的出装的话，好像更喜欢带这个吸血，然后鞋子那边直接就是做了攻速鞋，但有一些人会选择更极致的攻速就带攻速符文搭配攻速鞋，这样的话有点就是团战的时候经常会被肉或者说刺客秒掉。前期露露很凶，当然对面闪现跑，看对方敢不敢来吃。敢来吃的话，其实可以收掉他了。二技能，对面是吃不了这个的。这里上来 A 死，然后吃果子，再 A 一下，露露收掉人头，比较可惜就是自己先 A 出来，露露是后 A 的。佛爷哥的话，这里不用理他，让露露去勾引对方就行了。金克斯的话也还好，其实这个版本的话，最刮痧的又变成了女警。女警首先有个点她现在每一个四件套是完全打不出输出的。就算是破甲弓做出来，它没有满爆的情况下，还是很刮。反正就是女警真的是太刮了，又回到这个英雄的本质上去了。所以女警现在大家又不去玩它了，在上个版本是吧？暴击流全面加强，装备全面加强的时候。就很强势。这里上来，佛爷哥来2次，发现都没有很好的，就是那种找到很好的机会。这边有个点，对面的队友也不配合去勾引，打个输出。这里放夹子，如果对方喜欢在塔内侧，直接往那里丢一个，这夹子是必中的。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不是那个英雄强度很强这单纯的是绝活哥这边很强势，打得特别强势。这样的话，第二件是选择做收集者，还是先做火炮？待会看情况。如果大优势，你可以直接先做收集者；如果你优势还是不是很大的话，还是建议做那个火炮。所以推荐装备的话，肯定是标准的火炮来。
这里又开始来越塔啦，大招打个消耗，但没有兵线了就不能这么越了。还有这位绝活哥的话，喜欢带这个僵尸守卫。哦，这里对方跟着出塔，他不出塔的话还没办法这样子去叠这个致命节奏。对面双人路已经没有对线能力了，这种情况下还是没有做收集者先的，做了收集者的话越塔更容易。就现在这种情况，这里的话是没有选择做饮血的哦。对面的话，这波团是接不了的。他们要来接的话，其实，佛爷哥就在附近。这个龙被抢了，这打野说实话是有点离谱。但收割掉了佛爷哥，接着来越塔，但这样子越就不太行了，所以还是得等兵线过来。因为辅助是跟不上的，如果辅助跟进得上的话，是可以尝试越，因为可以辅助去扛塔嘛。但如果说自己扛着塔一路进到底的话，其实不太允许啊。哦，这里对方想找机会，但这边也很稳健。推完过了河道就不再进行推了，如果再推的话，确实就不好了。这里的话中单被控了，这样的话对面想反打，那金克斯求之不得。既然你想打的话，那这里有蒙多在前排顶着，哦，差一下可以收割掉了。打野不在，主要是少打多，但掉2个人头也行。这里大招断一下，那没有断到，但是炸到家里面去了。其实第一时间往家里面放移，说不定能在他回家的那一瞬间把他给炸死。这里的话，把重伤和大穿甲做出来。
哦，这里蒙多开着2技能就想挺，直接开始降鬼板甲，但这里面男枪还不过来帮忙，输出都拉满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射手，这个版本的射手没那么舒服哈，就是不像之前那么3件套就能完全发力，必须得4件套之后才能发力。前中期的话就是能补伤害 ，K 能捡人头就捡。这个男枪的话，感觉在那玩单机游戏，打团也不打。金克斯的机关枪都抽对面都抽到冒烟了都啊！龙又被抢了，这打野说实话还好是那个绝活哥这边，不然都直接点投降了都。哦，对方直接找后排秒，但没办法呀，队友被抢了龙以后。又跑去下路了，完了，这卧龙凤雏，还被龙杀了。金克斯的话打前排确实，就现在的 AD 射手。AP 射手的话，像炸弹人这种另外一说，但现在的 AP 射手确实跟之前比起来就没那么舒服，这是装备还有整体游戏环境改变的一个正常现象。但现在是装备起来了，打的话，只要不是被对面一直压制输出环境，打人还是蛮痛的。就有时候我感觉，就是有时候录制的话，没办法说全部都是那种高端局嘛，总会现在是吧，有一些低端局。就绝活哥打单子，练练手感什么的。但不同分段的话，我们都可以去看。其实有一些分段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个局面，然后你对打着很被动，甚至会被队友带节奏。你看这里面的话，打后排其实还是蛮痛的。这蒙多。现在真的就是肉战士，坦克的天下。像你不知道怎么去打肉兰博的时候我这边就会出视频告诉你怎么去打肉兰博。哈哈。这样的话，自己这边吸引了很多火力把中路资源都吃掉，然后队友都一直在边带哦。这个过程中，蒙多这边直接找上脸上突脸过来，没想到永恩上来秒掉了，但换掉了。
这里的话发育很好，你看4件套以后就是很猛。哎，还有个佛爷哥，大招能命中吗？哦，5杀，是5杀吗？哎，没有弹出来。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哦，5杀现在弹出来了。好，那欢迎大家收看啦，拜拜。